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看似矛盾的健康谜团。台湾的爷爷奶奶们生活习惯朴素，平日饮食不油不腻，很少吃什么洋快餐或洋芋片这类垃圾食物。然而，台湾却被称为洗肾王国，每200人就有1人得洗肾，洗肾患者总数接近10万人，人口比例高居全球第一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长辈们明明少碰垃圾食物，为什么还是有人一路走到肾脏坏掉，必须仰赖透析续命？真正致命的凶手究竟是谁？今天就让我们抽丝剥茧，深入探讨这背后隐藏的真相。先从残酷的数据谈起，台湾洗肾率多年来高居全球之冠，被国际称为透析王国。目前全台约有近10万人定期洗肾，相当于每100万人口中超过3400人正在透析，比例远超其他国家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攀升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洗肾治疗已经成为全民健保支出最大的项目，每年耗费的医疗经费甚至超过癌症治疗。一旦踏上透析之路，病人平均10年存活率只有约5%，也就是说，超过60%的人撑不到10年就离开人世。听到这些数据，难免让人背脊发凉。为什么在医疗发达、生活水准不错的台湾，肾脏病却成了这么普遍而严重的问题？许多人把矛头指向台湾人的饮食习惯。我们的长辈常挂在嘴边一句话：东西不要吃太咸，小心以后洗肾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因为吃太咸会导致高血压，长期下来伤肾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台湾的老一辈其实饮食相当清淡节制，他们年轻时经历过物资缺乏年代，养成节俭习惯，日常吃的是稀饭配腌菜，番薯配青菜，偶尔才有肉鱼大餐，哪里像年轻世代那样爱吃炸鸡、披萨、汉堡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很少看到爷爷奶奶大吃垃圾食物，可为什么肾脏病岛好像特别青睐他们这一群人？难道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黑手正在默默伤害着肾脏吗？首先，我们调查的第一个嫌疑犯就是大家熟知的重咸饮食。别以为不吃洋快餐就表示饮食健康，我们传统餐桌上的一些美味其实含盐量惊人，对肾脏一样是个挑战。回想一下爷爷奶奶那年代的日常，早餐来碗热腾腾的咸粥，配上几样腌菜、豆腐乳；午餐晚餐喜欢来点卤味、咸鱼或酱瓜下饭，就连零嘴小菜也是腌萝卜、咸花生这类重口味。这些传统美食虽然下饭又开胃，但几乎都钠含量爆表。长期吃这么咸，身体会怎么样？我们的肾脏就像人体的滤水器，扮演调节盐分和水分的角色。如果摄取过多盐分，血液里的钠浓度居高不下，肾脏为了排出多余盐分，只好加班加点，负荷大增。更糟的是，高盐饮食容易导致高血压，血压一高，肾脏的微血管长期处在高压冲击下，时间一久就会硬化受损，过滤功能逐渐衰退。很多慢性肾脏病患者一开始就是因为高血压没控制好，最后肾脏跟着被拖垮。然而，故事没这么简单。如果重咸饮食是唯一凶手，那是不是吃清淡就高枕无忧了呢？其实不然。专家指出，盐吃太多确实不好，但真正让台湾洗肾率飙高的主因，咸只是排名第2号的罪魁祸首。盐的危害大家早有警觉，许多长者确实很注意少盐少酱油，但他们却往往忽略了另一个更阴险的敌人，而这正是导致洗肾人数居高不下的元凶之一。我们暂且记下咸食的嫌疑，继续调查下一个可疑对象。当我们把目光从咸味转向甜味时，一个惊人的真相浮出水面，糖可能比盐更伤肾。这听起来违反直觉吗？毕竟从小长辈们念之在之都是少盐，很少听人说少糖小心洗肾，但现在医学统计摆在眼前，不得不信了。台湾新进入洗肾的病人中，将近一半是因为长期糖尿病控制不佳导致肾脏衰竭。糖尿病已稳居造成肾脏病的第1大原因，也就是说，每2个新洗肾病人就有1个是被糖给甜死的。如果仔细想想，这几十年台湾社会的变迁其实并不奇怪。过去物资缺乏时代，人们难得吃上甜食，但经济起飞后，各种含糖美食饮品充斥，砂糖、橘子、汽水、冬瓜茶、蜜饯、蛋糕、面包，
当然还有近年年轻人最爱的手摇杯饮料。别以为只有年轻人嗜甜，许多长辈年纪大了味觉退化，反而更爱吃甜的东西。每天饭后来点水果当甜点，或者泡杯蜂蜜茶润润喉。出门散步嘴馋了，就买颗红豆饼、芋头酥。这些额外的糖分日积月累，让他们的血糖年年攀高，却浑然不觉。糖对肾脏的伤害不是立竿见影的剧毒，而是一把慢刀子。血糖长期过高时，全身的血管都泡在糖水里，微血管壁逐渐变性变厚，肾脏里精密的过滤网也逃不过破坏。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变往往没有明显症状，等到脚踝水肿，尿中出现大量蛋白，肾功能可能已经损坏大半。更可怕的是，就算不谈糖尿病，过重的体重、代谢症候群这些与高糖饮食相关的问题，也都会加速肾脏寿命的耗损。有人或许会问，我们长辈哪有天天喝珍珠奶茶、可乐，他们怎么会得糖尿病？但别忘了，糖不只有在甜饮料里，高淀粉的主食，例如白米饭、米粉、面条，在体内消化后，同样变成大量葡萄糖。传统市售果汁饮料、蜜饯梅子几乎都是高糖，甚至酱油膏、卤汁也藏着不少糖分，提升风味。许多老人家年轻时挨过苦日子，老来食欲开了，就爱多添一碗白饭，多夹几块糕饼。有些爷爷还爱喝点米酒或水果酒助兴。这些饮食细节加总起来，让他们成了糖的受害者却不自知。医师们警告，现代人的肾脏被糖给拖垮的速度远比盐快。有研究追踪中年族群发现，每天都有喝含糖饮料的人，短短8年间发生肾衰竭的几率，比不常喝的人高出超过50%。也就是说，假如一位50几岁的大叔本来肾脏健康，但他每天一罐甜饮料不离手，8年后很可能就逼近尿毒症边缘。难怪医生直呼，吃太咸固然不好，但吃太甜更恐怖。糖就是这样甜蜜，却致命地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。如果说盐是明枪，那糖就是暗箭，常常等到中了招才发现。我们调查的第3个嫌疑对象，看似无害，甚至满身都是为你好的标签，却可能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它就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各种养生保健食品含中草药。台湾人特别热衷于各式各样的保健品，什么卵磷脂、深海鱼油、葡萄糖胺、鹿茸人参，甚至民间偏方草药。长辈们常年累月当饭吃，生性多补一点，身体就壮一点。然而，正是这股全民进补风气，可能默默坑杀了无数人的肾。有位台大名医一语惊人地指出，全世界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健康食品。他观察到，全球洗肾率最高的台湾和日本，偏偏都是国民最爱吃保健食品的2个国家。这是巧合吗？恐怕不是。很多号称保健的食品，其实成分不清，毫无科学根据。一些不肖厂商为了让产品有效，暗中添加西药成分。例如，不少降血脂用的红曲胶囊，为了追求速效，可能掺了降胆固醇的药物，结果有人吃到最后反而伤肝伤肾。再比如，有些所谓护肾茶、排毒中药粉，在地下电台热卖，里头到底是何方神圣，没人能保证。有的含重金属超标，有的混了止痛药和类固醇，短期吃觉得神清气爽，长期下来肾脏早已不堪重负。台湾在20年前曾爆发震惊医界的马兜铃酸事件，这是一种存在于某些中草药里的天然成分。以前中医用它消炎利尿，但后来发现它会直接毒害肾小管，造成不可逆肾衰竭，还会诱发泌尿道癌症。国际上早在1990年代就陆续报告有人服用含马兜铃酸的减肥中药后洗肾甚至死亡。台湾许多民众过去不明就里，把含这类成分的中药当成养生偏方，结果伤了肾还不自知。尽管卫生单位在2003年全面禁用了这些药材，但在禁令之前服用出事的人已经无法挽回。有统计发现，台湾的洗肾患者中，大约20%有长期服用中草药的习惯，可见乱进补对肾脏造成多大隐患。就算撇开非法添加和禁药成分，哪怕是一般维他命、钙片等营养补充剂，吃多了也可能增加肾结石风险或加重肾负担。肾脏每天要处理我们吃进去的各种物质，废物毒素通通得滤掉排出。如果动不动就塞一大把营养丸、偏方药丸给身体，
等于逼肾脏去过滤更多杂七杂八的东西。老人家常说是药三分毒，保健食品虽然标榜不是药，但吃进体内一样需要代谢，一样可能有副作用。当全台几百万人都在狂吞这些所谓补品，整体下来对国民肾脏健康的影响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。继续追查，我们的第4号嫌疑犯其实和第3号有点关联，那就是成药及止痛药滥用。许多长辈年纪大了，腰酸背痛，关节炎毛病多，难免自己买药吃。1颗止痛药配2颗消炎药，再贴个药膏外敷，是不少银发族的日常标配。有些人更把药当维他命，一天几颗止痛药吞下肚，只为了忍痛去种菜、带孙子，长此以往，肾脏整堪其扰。西药里常见的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，如果长期大量服用，对肾脏的伤害是确定无疑的。这类药会影响肾脏血流动力，使肾脏过滤率下降，引发所谓止痛药肾病变。过去国外有不少案例，一些劳动阶层或退伍军人因常年吞止痛药，最后肾脏中毒硬化，不得不洗肾。台湾的长辈不少也有类似情况，只是往往被归类为肾衰竭成因中的不明原因，实际上也许就是一把把止痛药在背后搞鬼。还有一些中成药偏方同样令人忧心，例如坊间流传的草药酒、风湿灵丹，包装没写的秘密成分很可能是类固醇或强效止痛药，吃了立刻腰不酸腿不痛，但那只是药效麻痹神经，疼痛信号被遮盖，病根没除，却先伤了肾肝。有中医师指出，不少慢性肾病患者年轻时都喜欢买成药，偏方治头痛脑热，结果药粉里掺汞掺砷，他哪知道几十年后肾脏因重金属中毒纤维化，只能自认倒霉。在台湾便利的药局环境下，药物取得实在太容易，导致自我药疗的文化盛行。而许多长者因为省钱或求快速见效，偏好自行去药房抓药粉吃，或者请亲戚从日本带几盒著名的止痛药胶囊回来备用。他们没意识到，这些不起眼的小药丸其实可能是压垮肾脏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肝肾是解毒排毒的器官，大量药物代谢的毒性副产物全部丢给肾脏处理，难怪它会叫苦连天。找出了4大嫌疑犯，我们还要深挖一个常被忽略的背景因素——基因。有人会说，是不是台湾人种的肾脏天生比较脆弱？这话也不无道理。科学家发现，台湾以及东亚族群中，一些与肾脏代谢相关的基因变异相当普遍，导致我们先天容易累积某些对肾不利的物质。其中一个被点名的基因叫做 ABCG2， 它和尿酸排泄有关。当这个基因发生突变时，人体肾脏清除尿酸的效率就会降低，血液里尿酸像水龙头漏水一样一滴滴累积，容易导致高尿酸和痛风。痛风发作起来，虽然主要是关节痛得要命，但高尿酸对肾脏的伤害其实更加持久隐晦。尿酸结晶会沉积在肾小管，常年累月造成慢性发炎和疤痕组织，这种情况下肾功能就会一点点被侵蚀掉。有研究显示，带有 ABCG2 基因变异的人，如果再有不良生活习惯，爱吃高普林食物、喝酒、熬夜等，肾脏衰退速度明显比一般人快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基因中埋下了一些地雷，如果平日不小心踩到，例如饮食上太爱海鲜内脏、啤酒不停，或老爱煲各种壮阳补汤，那肾脏很容易提早报销。除了尿酸基因，东方人罹患 IgA 肾病，一种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比例也偏高，这背后可能也有遗传易感性。我们常见有些年轻人体检时发现尿液有蛋白血或红血球，其实就是隐藏的肾小球发炎，等年纪大点很可能演变成慢性肾衰竭。这类问题有时跟免疫基因有关，不是饮食能直接控制的，所以可以说台湾人具有某些先天的肾脏脆弱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后天又碰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坏习惯，那肾脏就更容易中招。当然，基因不是绝对命运，但它就像一把枪，生活习惯就是扣动扳机的手。如果知道自己家族有人年轻就肾病、高尿酸、痛风，那自己就更要当心生活中的肾脏杀手们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在锁定凶手之前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值得一提，医疗资源的充足与否
有人提出，台湾洗肾人口全球第一，部分原因其实在于我们的医疗体系救得回来，而且养得起。意思是，很多国家肾病末期的病人因经济困难或医疗不足，可能撑不到洗肾就去世了，或根本没被纳入统计。然而，台湾因为有全民健保，透析治疗相对平价普及，即使平民百姓也能负担长期洗肾。所以统计起来，我们把更多濒死的肾病患救活并维持下来，这反而推高了洗肾病人人数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一个70岁的老翁，在很多国家可能因经济问题放弃透析，但在台湾，他能靠健保继续活下去，并被记录洗肾人口。从这角度看，洗肾率高，某种程度也反映出台湾医疗的可进性和人道关怀。但是，这绝不表示洗肾问题可以轻忽。相反地，它提醒我们，肾病已经成为重大公共健康议题，需要更积极的预防和管理。毕竟，不管医疗多进步，洗肾毕竟只是代替肾脏的下策。真正好的结果是，大家都不需要走到那一步。抽丝剥茧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找出了几个主要凶手：重咸的传统美食、隐藏的甜毒糖分、过度迷信保健食品、滥用成药止痛药，再加上基因地雷和医疗现实的共同作用，听起来似乎元凶不是一个，而是一群。那么，问题中的真正致命凶手究竟指的是哪一个呢？事实是，台湾洗肾率登顶世界的原因并非单一因素，而是多重因素常年累积，一起把国人的肾给拖垮。如果一定要在众多黑手中选出一个头号罪魁，我们可以说是现代生活形态下的慢性病魔，尤其是由高糖高盐饮食引发的糖尿病和高血压，在扼杀台湾人的肾脏。垃圾食物固然不好，但真正致命的凶手往往不是那些偶尔吃的洋快餐，而是我们每天在吃却没有警觉的东西。碗里过多的白饭和面条，杯中不知不觉的糖分，菜里藏着的盐和油，还有那些挂着健康名义的补品和习以为常的成药，在暗中联手消磨我们的肾功能。想象我们的肾脏就像一台全天候运转的滤水器，一方面要面对高血糖带来的微血管损伤，另一方面要承受高血压造成的压力，再加上药物毒素和代谢废物的轮番轰炸，最后终于不堪重负罢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即使没吃多少薯条可乐，照样逃不过洗肾命运。凶手其实早已在我们传统习惯和现代生活中埋伏多年，只是过去大家没意识到他们的威力。破解了谜团也是一记警钟，我们这一代人可不能再重蹈父母祖辈的覆辙。幸好知道问题出在哪，就有机会改变结局。肾脏病其实可防可控，关键在于日常生活的选择。少吃咸，不光是少撒盐巴，更要避开腌制食品和重口味汤汁。少吃糖，养成看营养标示的习惯，把含糖饮料和过甜点心留在特别场合再享用。控制体重和血压、血糖，定期健康检查肾功能，早期发现问题才能早期介入。对于保健食品和偏方药物，要保持理性怀疑，多听专业医师的建议，不要乱信偏方，把自己当实验品。身体哪里痛哪里不舒服，先找合格医师诊治，千万别自己当医生随意吃药。肾脏只有一对，坏了就没有备用零件。台湾曾经创下经济奇迹，却也创下了洗肾奇迹，这实在不是我们乐见的光荣。现在该是扭转趋势的时候了，让我们向那些隐藏的肾脏杀手们说不，跟过咸过甜的饮食习惯说不，跟滥补乱吃药的习惯说不。爱惜肾脏其实就是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质量。希望有一天，台湾不再以洗肾率闻名于世，而是以健康长寿站上世界舞台。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每餐少一分盐和糖，每次吞药前多一分谨慎，用行动守护这对沉默工作的肾脏，远离洗肾的命运。做到这些，真正的凶手就无处下手，我们也才能笑看高龄而肾康健。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，不要让悲剧再度重演。